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肥瘦身并不难，只要你方法用对了，你会发现你的体重管理也能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套中式的经络健身拍拍操。这一套拍拍操不仅是糅合了我们一些经络在里面把我们的经络疏通，打开我们的气血循环通道，更加把运动的元素也糅合在一起。你只要把这两者合在一起，每天坚持练上10分钟。你会发现你的身材管理的就越来越好了。好了，咱们今天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打开视频跟着我去练。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作为道具，拍打全身。这2把经络拍不仅结实耐用，而且呢握持感非常的好，拍打在身体上面也非常的舒服，渗透力也更强。所以用2把经络拍来作为健身辅助道具是再适合不过的。我们现在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咱们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摇晃小腹拍带脉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们以腹部中间为一条线，然后用拍子从里到外进行拍打，就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在拍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要进行一个摇晃。那这个摇晃它并不是没有规则的摇晃，而是非常有规律的。给大家做个慢动作演示你看我拍子举起来，拍打在腹部，然后我的腹部内收往前顶，进行一个旋转。你看这样是迎合着我们的拍子拍打上去的，然后再到下一个点，1、2、3、4。那么点位呢就是内外外内外外，这是拍打的点。好，我们来做快点，1、2、3、4。2、2、3、4、3、2、3、4、4、2、3、4就这样拍起来感觉是非常舒服。而手的一个拍动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拍的时候，你看手平举是用手腕的一个绕动你看臀部跟着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了。这个动作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大概用时2到3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舒服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做的时候，这个腹部一定要向内收紧，千万不能顶着肚子去做。好，做完了第一个动作，咱们还要有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小步健脾足三里你看这个动作我们拍子双手指着指这个足三里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身体微微俯身，脚来回的一个颠动看好了，然后我们用拍子拍打上去，速度不用很快这是一个运动，我们就仅仅这样去做，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运动量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元素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在做的时候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对脾胃好，对不对？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仅通过动作刺激了我们的一个运动量，同时呢去击打这个足三里，让我们的脾胃更好我们就这样做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起来的时候手是来回的抖的你看来回的抖，然后呢，你的拍子自然而然就点在我们足三里的位置上面。那么我们在抬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其实也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腿一抬，拍子敲上去，然后再换一个腿，再敲上去，所以是左右这样。大家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大家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也是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第3个动作叫做正踢步通肝胆，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1、2、3、4这个动作做起来有什么讲究呢？你看我们手是这样拿的手把它架起来，然后你看腿往前踢的时候，脚尖要绷直它是一个正踢步，小腹内收，然后你看1拍打在我们大腿内外侧偏后一点，然后2，然后再来小腿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腿上的这个经络给放松了脚尖做的时候一定要往前去压，往前去勾。所以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不仅会感觉你这个腿有一种变瘦的感觉，而且呢你会感觉这个腿变得非常舒服更加有力气。这个就叫做正踢步通肝胆其实呢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动作的，特别是咱们很多腿脚不好的朋友们经常去练，不仅把这个筋给拉通了，而且呢把这个经络也给打通了。通过这个动作练习，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去做上一个50下左右，非常的舒服
做完以后，你活动一下腿脚，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最后一个动作呢，叫做回头望月斩极拳。怎么去做啊？非常简单。你看，我们手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转啊，转的时候，你看腰腹带动啊，腰腹带动一转，转过来以后，我们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把我们的极拳啊暴露出来，然后一个拍子啊是拍打在我们脖子后面的大椎，一个拍子呢是打在我们的极拳。你看，来1、2下转。2、3、4，来侧面给大家演示，5、6、7、8啊，就这样反复去做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有白白肉的啊，这个大椎后面有肉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啊，能打开，完全打开，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动作也是我个人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啊，你会感觉你的上身啊非常的通透啊，活动起来啊非常的舒服，整个后背啊也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好，我们这个动作每天也是坚持去做上一个100下。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就单纯的你看这样去做就不行，一定要带动什么呢？你看腰转啊，去拍打2下，腰转去拍打2下啊。把这个动作的核心给它做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完成，才能保证这个动作的一个效果。好了，咱们4个动作都分享到这里了，每天全部做完，大概耗时就是10分钟的时间。但是这10分钟做完以后，你的一天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好了，这一套动作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准备1把，一定要是2把。1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种被动的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动作。只有准备2把经络拍，才能跟着我一起把这个动作给完成，发挥经络拍的一个性价比。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跟着做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不好、走路没有力气的人，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双腿呢？虽然锻炼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依然抵不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专门锻炼腿的王牌动作。因为这个动作啊，不仅简单安全，而且还特别的有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纪稍微偏大一些的人来说啊，它的友好程度啊更佳。这个动作不仅仅你练完以后会感觉我们的腿上面啊增加了力气，肌肉变得更加结实，而且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啊，我们这个通道啊，这个循环代谢能力啊被打开了，整个脚上面啊就热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方法，这个动作呢叫做剪刀夹腿式，我来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动作，然后再讲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啊，你在心里面啊就有一个概念。就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动作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你必须按照这个细节全部做好了，才能把这个动作给落实下来，才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妙处。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点啊，这个动作啊，它是一个夹啊，先夹，我们腿并拢了以后，腿还要持续的向内夹。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我手的一个距离，我腿往内夹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手被挤压的状态，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把腿并在一起，虽然说你们看起来我没用力，其实我腿是一直夹着的啊，往内保持发力，夹住。然后呢，脚尖先打开，腿往前伸。注意，我们这个动作，无论是你怎么去夹啊，你这个脚后跟一直要贴在我们地面上，脚后跟千万不能离开，还包括我们的脚掌不能离地面。你看。往前去推，此时呢，你看你的整个筋啊被拉开来了，然后我们开始要用大腿内侧去夹，夹的时候把这个脚啊压实地面，千万不要让脚尖离地。好，夹完了以后，腿并拢了以后，来回收，往回拉，拉的时候是用这里的力量啊。你看，我们坐板凳的时候啊，不要坐实了啊，往前坐，然后你看往回拉。你看拉的时候，你也发现我这脚后跟是一直贴着地的啊，不可能说你一拉，脚抬起来了，这样就不行了啊，这个是错误的演示啊。来，我们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来，先绷着劲往内夹，小腹内收，然后脚尖外旋，来走1，夹，慢慢的夹，夹到内部，感觉大腿内侧发力，好，往回收，来2，回，好，来3。回啊，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你们现在如果说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去做，你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啊，它并不简单，而且呢，做起来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肌肉的发力。如果说我把动作啊再拆解的更详细一些，你们或许啊会理解更多这个动作的妙处。
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你看我们大腿的肌肉啊，你看这块肌肉负责我们的腿往前伸，这个肌肉呢负责我们的腿往后屈，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了哪些肌肉呢？你看这里啊，你看往前推，推是不是这里发力？你看推夹啊，这里发力，然后呢再拉啊。其实我们往外推的时候，大腿外侧也带了发力，所以说这个动作不仅仅它有着拉筋，还有着锻炼啊我们肌肉的一个强化作用。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因为全面的把我们整个腿部啊都活起来了。你做上一个5到10遍以后，这个脚底啊就会热乎乎的，感觉这个温度啊上来了以后特别舒服。而且呢，我们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往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啊，我小腹就要往内收，因为你人只要小腹不收，哎，它这个动作做起来啊，它就得不上劲。你不信你试试看啊，就是你人塌下来去做啊，你无论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它就得不上劲。你只有把这个小腹一收紧，哎，一绷起来啊，它就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啊，就非常的舒服。所以呢，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啊，把这个小腹收进去。啊，再感受一下这个动作，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也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让自己的腿脚啊更加有力量，走路变得更加的轻快。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记住啊，没有关注的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冬天一定要去养阳。阳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小火苗。小火苗啊，它烧得越旺，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暖暖和和的，不怕冷。而且啊，它的循环、它的代谢，包括它的整个身体的能量啊，都会变得非常的足。我相信这样去说，可能很多人感觉比较抽象。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比喻。你看，冬天里面啊，分为2种人，一种人啊，他穿的很少，你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还有一种人呢，他即便啊，他裹着厚厚的一层衣服啊，他依然感觉这个寒气啊一直在往体内去钻，身上特别的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2个人的小火苗燃烧的程度不同。那么不怕冷的呢，多为是年轻人，年轻人火旺嘛。那么怕冷的呢，多数是中老年人。所以呢，今天啊，我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就是在咱们手上去做的一个操，你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每天抽出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练一练，就能够给我们的小火苗啊增柴添火。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撞合谷，是一个非常好的伸阳动作啊。我们把手你看像这样捏起来啊，你会发现啊，这里啊像一个小山峰一样有个凸起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把2个手啊同时做好这个动作，把凸起的点你看啊对在一起，然后来撞击啊，像我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你看啊，身子斜过来啊，然后来撞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把手举起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摆臂啊，手臂要摆动啊，你千万不能说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就这样撞一撞啊，这样做的话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把手臂摆起来啊，你能听到这个发闷的一种声音啊，就这样。力度啊，大概4分力到5分力，每天撞上一个啊50下到100下。好，做完了以后啊，你把手打开，你会发现啊手上发热啊，包括我们的额头后背啊，逐渐会被一种热啊慢慢的蔓延，这种感觉舒服极了。这是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每天都要去做。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手是身体的缩影。第2个动作就是在手上打开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线路啊，你看。把手这样张开来，手一定要尽量的张开。然后呢，我们这个手啊是以这里，你看我手指的这个骨节，好，来从下摩擦到上啊，再从上摩擦下来，我们走上3遍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摩擦的时候就会发热啊，非常舒服啊，就这样摩擦啊，上下，大家可以看到，哎，再上来，再下来，好，摩擦3遍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撞击。一样的啊，大家看，啊，听这个声音，啊，撞的是哪里？中间这一条线啊，中间这条线，手掌中间，你看，就这样去撞，啊，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的舒服，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手掌当中啊，撞起来以后啊，有一种酸酸溜溜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撞上一个30下以后 ，OK， 再把这个我的右手也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姿势。
从下啊慢一点摩擦到上，再摩擦下来，再摩擦上去，啊，再下来，啊，做3遍啊，摩擦上去啊，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很大的劲啊，就这样。好，你做完这3遍以后，手掌当中啊表面就会发热，然后呢，我们开始把中间这条线给撞开，你看1、2、3、4啊，就这样。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有节奏感？哎，我们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做完以后啊，这个手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酥酥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这2个动作啊，每天耗时大概在5到10分钟，你把它做起来啊。冬天这2个动作做好，你的小火苗啊就会变得很旺。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可以说腿脚好坏啊，全是取决于胯啊。胯是哪里呢？就是我的这里啊，这个位置啊就叫做髋关节，对吧？我们俗称啊胯。为什么说腿脚好坏全看胯呢？你看这个小玩偶啊就能给你答案。首先呢，你看啊，我们这个腿啊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看到没有啊？它有个摆动的幅度。那么很多人啊，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这个摆动幅度啊越来越小了，对不对？那么摆动幅度是哪里来的呢？全是靠我们髋关节里面有个大转子啊，它转动啊，你看。只要它转动的幅度越大，你走路迈的步子就越大，你运用的肌肉就越多，腿脚啊就越有力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这个胯打不开，那么你这个身上的肌肉啊能用到的就越少，你会感觉腿脚啊发沉，走路走不动啊，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胯没打开。好，知道了这个胯的重要性以后呢，咱们再来讲2个动作啊，这2个动作大家坚持去练，就能让你的胯打开。好了，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动作啊。双脚脚心啊，咱们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呢，手把它，你看这样，把我们的脚尖这样一握住啊，握住了以后呢，你看，看到没有？像这个小蝴蝶啊，扑腾翅膀一样啊，来回的把我们的这个腿啊往下。很多人啊，他筋比较紧，他做起来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幅度啊，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腿啊给它震动起来啊。在这样动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个胯部给加强、给强化，同时呢还能拉开我们内侧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筋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身子呀可以往前微微的俯身一点，侧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啊。你看，就这样很轻松，甚至往前啊，每天都可以做一做。而且这样做了以后呢，你还会发现啊，脚底会发热，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这个温度啊，从这儿一直往下传，温度上升，非常的舒服啊。这个整个腿上啊就暖暖和和的啊，就这样，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做完以后呢，起来走走路，你会发现，哎，走路起来啊就轻松了不少，而且这个胯还特别灵活。好了，这个动作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叫做正步画圆，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双手叉腰，小腹收紧啊，你看来。脚尖点地，往后绕一圈，再回，再往后，再回啊！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墙，你看手扶着墙，这样去做的话是更加的安全。你看，来，往后，往前，往后，往前啊，是不是像一个圆规啊？就是像个圆规一样在绕。但是呢，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给大家讲一下，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脚啊，就是画圆的这只脚，它一定是我们大拇指啊这个脚尖点地啊。大家看啊，你这里去点地就不行了，一定要是我们顶上尖尖。然后把动作做慢一点，大家看一下，这明白了？你看这个腿啊，你看往内一夹，夹到最里面。此时看我的脚。此时看我的脚是哪里点地？大家看一下啊，是哪里点地？是不是我的脚尖？我要如果这样，是不是错误的动作？是错误的啊！但是很多人会犯这个动作，一旦是这样做，他感觉马上就变了啊！一定要把脚立起来，脚尖点地啊！它其实你在画圆的时候，也是在帮你把这个筋啊给拉开来啊。来，脚尖点地，对不对？你看再绕，我每做的任何一个部位，大家看都是脚尖点地，都是脚尖点地，哪怕我是到后面，大家看。是不是也是脚尖点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你把它学会了，然后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圆规，好，然后就把这个腿往内来，慢慢的画到你最大的幅度。好，再往回，再来。咱们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手扶着墙，
小腹收紧。好，来看，1、2，啊，就这样，3啊。每天你去做上一个，左右腿各做一个20下到30下就可以了啊。这2个动作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做，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腿完全不一样，走路更加轻松，而且腿还更有力气，而这个胯呢明显摆动的幅度变得更大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